力爆！火木远居然重生了！倪家神女与我成婚，难道就是为了借机杀我？这么想来，他那兄长浩然天地，表面与我君臣相称，其实也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亏我还将他二人视为至亲，待我重返天地领域，是要将你们碎尸万段！若要报仇，靠这个身体怕是困难重重。记忆中，此人与我同名同姓，但他毫无修炼天赋。家主，家主，大事不好了！天赋这么差，居然还是个家主。也好，这样未来行事就方便多了。说，出什么事了？金家上门提亲，要我们穆家把修炼天赋极高的五小姐嫁给他们家的傻儿子。金家实在是欺人太甚，老家主刚出了意外，他们就上门来找麻烦了。哎，少家主还年少不成气候，穆家怎么可能斗得过金家呀？你们说戴家主会答应金家的要求吗？穆长老，现在穆家的事情应该是你说了算吧？你看你们穆家五小姐和我二弟金城元的婚事，是不是可以定下来了？订婚好，订婚好啊！不过是小辈无能，我穆江纯天为穆家的执法长老，代为执掌家主之职罢了。既然如此，这份婚约还得由穆兄来做主。只要你点个头，以后金家和穆家就是一家人了。哼，当年同为凤云城四大家族，如今我穆家居然要沦落到看金家的脸色了。大伯，我不会和他定亲的。穆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莫非诗情小姐看不上我们二少爷，亦或看不起我们金家？不好，穆诗情，你放肆！这里是议事大堂，岂容你一个小辈胡乱插嘴？大伯，晴儿死也不会嫁给一个傻子的。死也不肯嫁，傻子？哼！我二弟堂堂金家次子，哪一点配不上你这庶出的小丫头？金家次子，很了不起吗？金承轩，你这口气真是大的可以。啊？穆远？哟，我当是谁？这不是穆家大名鼎鼎的废物家主吗？听说你缩在家里很久没有出来见人了，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出来了？怎么回事？这厮的眼神好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穆兄，我记得穆远虽是新任家主，但他能力有限，负责打理家族事务的一直都是穆兄你吧？是。穆远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戴家主，你见到我这个家主，你很惊讶吗？穆家主说的哪里话？你身体欠佳，还是回去静养，不要出来走动才对。戴家主，你可以下去了。穆远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别人欺上门来，你却只会窝里横。家主这个位子，你配得上吗？穆远，不得目无尊长，我可是你大伯。大伯，若没有你，恐怕我也未必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吧。难道他都知道了？看来是容你不得了。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灭了你这废物！什么？穆江纯虽然不是什么高手，
但也是绝灵境的强者。做得好，穆远就这么躲掉了。这么近的距离，就算是同为绝灵境的强者，也无法躲闪。穆远一个废物，如何能避过致命一击？想不到我的妙环借元步居然还能用。刚才的关键时刻，身体里好像有一股神秘力量涌了出来。那力量到底是什么？心绘出山河动，武林觉醒真乾坤。昔日荣耀尽重设剑指，就地是复仇。踏破虚空寻真理，剑影如龙贯长虹。梦远之名传四海，凌月之巅我为雄。修路多坎坷，荆棘难，知更见，力我难，炼心之剑一根锋芒现。恩怨情仇皆过往，挥剑相伴闯天涯。血染战袍不复回，只为心中那份念。可恶！事已至此，老子更留你不得！穆江纯，给我住手！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对家主下手！当我们几个老东西不存在吗？江纯不敢。穆远这小子终于开窍了，不愧是我穆家嫡传一脉。既然家主来了，穆江纯自然应该主动让位，交还一应事务。金家的请求就劳烦家主亲自处理吧。求之不得。穆少家主重掌大权，真是可喜可贺。那二少爷的婚约，就请新任穆家主来确认吧。若是老家主还在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形势比人强，不知道穆远会如何应对。穆远哥哥，不要钱！五妹放心，就凭你这一声穆远哥哥，我也不会签什么劳什子的婚约。送客。再见。穆远，你是不是忘了自己的处境了？劝你赶紧签了婚约，给你们穆家找个靠山，以后也能在凤云城苟活下去。找个靠山？不必了，有我穆远在，谁也别想打我穆家的主意。哼，穆远，你们穆家日渐式微，和金家翻脸的话，只怕不出半年，穆家就会在凤云城彻底消失。唉，想我穆远当年威慑四方，何等威风！到底造了什么孽啊？居然在这跟一群傻子纠缠！哼，看那废物的表情，果然是怕了。待我再吓唬吓唬他，事情就成了。穆远，我代表金家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吵死了！你竟敢！我竟敢啥？哎，大少爷，打得好，打得好！他是怎么做到的？我居然没有看清他的动作。他竟然敢打金家少家主，这废物怎么变化这么大？穆远，你有胆再打一下试试？我金家不会放过你的！求打！别打了！穆远，放开我家大少爷！什么？
打得好！揍他！揍他！二少爷，今天似乎不该带你来的。果然，千刃剑指也能用，可惜这身体太弱，几乎发挥不出什么杀伤力。既然二位不肯自己走，只能我送二位一程了。哎呀，少爷，慢点儿。今日之主，我一定会千倍百倍向你讨回来。1月之内，我要让穆家这世上永远消失。啊，随便，你开心就好，赶紧回家吃饭去吧。穆远，你就是这样当家主的吗？得罪了金家，今后穆家要如何在凤云城立足呢？就算不答应婚约，也不该侮辱金家大少爷呀！唉，家主的处断确实莽撞了。大长老，你怎么看？我认为家主此举十分正确。金家欺人太甚，如果我们一再退让，只会让他们变本加厉。看来穆家还是有明白人的。今日家主行事果决，扬我穆家声威，不如趁这个机会再给大家说几句吧。现在的穆家人心涣散，就算没有金家，恐怕也不长久。罢了，既然我已经开始掌权，索性先做个战前动员。大家听好，本家主向大家承诺，从今往后，穆家不会再受任何人的欺凌。谁敢挑衅穆家，下场只有一个字：死！唉，终于摆脱那些家伙了。刚才在大堂动手的时候，就觉得体内有种奇怪的力量，赶紧用内视之法看看是什么情况。等等，那是我当年的佩剑赤吼，怎么会在我的气海当中？那是我当年独闯赤吼魔宫取得的神兵，可以化为剑气，收在体内。没想到它与我一起重生了。可是看样子，赤吼似乎破损得很严重，不知道……这是……绘出山河动，武林决心真乾坤。昔日荣耀尽重设剑指，就地是复仇。踏破虚空寻真理，剑影如龙贯长虹。梦远之名传四海，凌月之巅我为雄。坎坷荆棘满，知更见离我难。炼心之剑一根锋芒现，恩怨情仇皆过往。为剑相伴闯天涯，血染战袍不复回，只为心中那份念。难道这就是我的气海内部？没想到离近了看，赤吼居然这么大，剑身已经破得不成样子，不过周围隐约有阵阵混乱的气流。说起来，倒是和我经脉中的气息颇为相似。另外，周围这些碎片也许能帮助赤吼复原，试试看能否用意识操控碎片修复赤吼。碎片可以修复赤吼，修复一道缺口，便会有一道力量冲击我的经脉。虽然痛苦难忍，但这道力量也让我体内的气息顺畅了一些。
不过，只是修复那一小块碎片，就耗尽了我浑身的力气。要想把那千千万万的碎片尽数复原，怕不得花个几百年。唉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加速修复的。可恶！穆远这个小辈，竟敢当众让我难堪！穆姐那个老东西，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，居然一心维护穆远。这样下去，今后穆家祸福难料啊！我在穆家多年经营的心血，岂能拱手让人？穆远，是你逼我的。穆家、金家，几个偏远小城的家族，居然自称什么4大家族？那就让我看看家族里有什么好东西吧。家主，地上2层都是寻常的金石珠玉，字画器物。这里都是些低等神兵，派不上什么大用场。上一任家主，也就是这个穆远的父亲，之前带家族精英前去绞杀一波凶徒，不料遭受埋伏，全军覆没。唉，他们的装备都是家族最好的收藏，可惜再也找不回来了。穆远哥哥，五妹，你也来挑选法宝吗？五妹因为天赋出众，才被允许进入宝库，可惜穆江纯拿住了她庶出的身份，处处压制。不是，我来归还功法秘籍，上次借了这一本，不过可能是我太笨了，感觉有些摸不着门道。哦，我看看。五妹，我可以看一下你的武灵吗？这个世界的人修炼都是依靠自身武灵的觉醒，武灵由气息凝结而成，每人只有一个，虽然形态各异，但初始都是兵器的样子，然后逐渐化出人形。不知道五妹的武灵是什么？哦，嘿，出现了。是一柄剑呢，难怪你拿了这本清流宝录。我的武灵成型之后，就再没有发生过变化，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凝结出人形。走吧，我陪你去下一层找找合适的功法。诶，唉，这里都是些低级的功法，打打基础还行，还想更进一步的话，效果就差得很了。唉，也罢，我当年掌握了那么多的功法，就拿出来让五妹修炼吧。不过在此之前，穆远哥哥，这是？这2本功法你先拿回去修炼，过段时间我再帮你找更高阶的功法。可这2本好像都不是剑法的秘籍啊。你不用担心，按我说的方法修炼就好，保证1个月内就能见到效果。凤云城地处偏远，修炼的方式也比较落后，还不明白功法之间相辅相成的道理。这一本刀法，一本拳法，正是弥补五妹武灵的不足。五妹若能成为强者，我穆家今后的路也会好走许多。接下来咱们再去财务堂走一趟，给你领一些养气培元的丹药。可我这个月的份额已经领过了。你之后的修炼需要丹药进行辅助，量少了不够用，肯定是要多领一些的。谢谢穆远哥哥。用力点儿，没吃饭吗？是。有人吗？谁呀？大呼小叫的。哟，是家主大人大驾光临呀！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这穆海是穆江纯的侄儿，被他蓄意安排掌管穆家的财务，跳梁小丑般的人物。改天找时间把他打发了吧。咱们这里有什么修炼用的丹药，拿出来我看一下。没有。什么？家主怕是当甩手掌柜当惯了，不知道持家的困难。修炼用的丹药金贵无比，
咱们除了每月固定的支取，一颗富余的都剩不下。你这就是对家主的态度？你干什么？从今天开始，你不再是财务堂的堂主，滚出去！心会出山河动，武林决心真乾坤。昔日荣耀尽重设剑指，就地是复仇。踏破虚空寻真理，千年如龙贯长虹。梦远之名传四海，凌月之巅我为雄。修路多坎坷，荆棘难，知更见，力我难，炼心之剑一根锋芒线。恩怨情仇皆过往，挥剑相伴闯天涯。血染战袍不复回，只为心中那份念。你干什么？从今天开始，你不再是财务堂的堂主，滚出去！你敢打我？我可是执法长老的！打的就是你！滚！穆远，你被欺人太甚！哪个长老有异议，让他来找我。首领大人，杀掉穆远的事情还要请您多费心了。解决掉老子，又冒出个儿子，你家长老想当个家主，就这么难吗？其实这次只是个意外，不过长老不便亲自出手，所以要请首领相助。也罢，送福送到西，你家长老的委托我接了。是谁？属下在。接着。这是他老子的佩剑，用老子的剑去杀儿子，想想都觉得有趣呀。这么多天过去，体内的气息终于顺畅了一些，可斥候只勉强修复了6、7处缺口。按照这个进度，光是突破通脉境，可能都得花费个10年8年的，这也太慢了，得想想办法呀。哪儿来的水？什么？有敌袭！可恶，水为至柔之物，对他任何攻击都无效。只有找到你了，拿命来吧！不好，下去吧！本以为你就是个没头脉的废物，没想到居然还有点实力。不过也到此为止了。这把剑是……哼，你认出来了？这可是你爹的佩剑。什么？难道说上一任家主是？没错，也是死于我们手下。今天我就用这把剑送你去见你老子！以血肉来抗衡利刃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多久。无心偃月手能以精准的判断和灵巧的手法出其不意夺取对方兵刃，这具身体根本发挥不出伏羲偃月手的作用。没想到我重生一次，却死在无名小卒的手里。别挣扎了，乖乖受死吧！这剑怎么自己往里捅了？抓不住！怎么回事？不管了，反正你一样是死！哪来的小丫头，坏我好事？你是什么人？受死吧！绝灵境，这小丫头居然是绝灵境！真是要感谢这位杀手兄，解决了我的一大难题。刚才那把剑刺入我体内，
便被赤猴感应到，赤猴将它吸入，修复了自身的一道缺口。如此一来，加快赤猴的修复也有办法了。穆远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五妹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妹按照穆远哥哥说的方法修炼，今天果然突破了通脉境。原本是特意来感谢穆远哥哥的。9岁达到绝灵境，五妹，你果然前途无限。从此，我穆家又多了一份不容小觑的力量。家主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家中进了刺客，看样子是专门冲我而来。什么？跑了？难道真的是他？早上穆江纯将妻儿送走，说是回娘家省亲，现在看来倒是提前做好了逃跑的打算了。这个穆江纯竟然做出如此勾当，简直是胆大包天！不止如此，那个杀手还透露给我一个信息：上一任家主，我的父亲，还有家族的那些精英，都是被他们害死的。什么？查！彻底的查！穆江纯勾结外敌，谋权篡位，绝对不能放过他！可恶，刺客怎么会失手呢？这回怕是被穆江纯那厮坑惨了。穆江纯我倒不太担心，不过正好借此机会，将家族上下整治一番，以后我管理起来也少了许多掣肘。行了，大长老留一下，其他人都散去吧。不知家主还有何事要吩咐老朽？先前老家主意外身故，族中的神兵利器流失十分严重。如今我开始修炼，打算选几件神兵利器。大长老可知道去哪里找？神兵利器？那自然是去烈云集中部的公家。据说公家是豪门大主，他们家的铺子偶尔会有些稀罕物件。这剑好像还是差了一点。连我公家铸造的神兵都入不了你的法眼吗？小子，你难不成是专门来找事的？心绘出山河动，武林决心震乾坤。昔日荣耀尽重设剑指，就地是复仇。踏破虚空寻真理，千年如龙贯长虹。梦远之名传四海，凌云之巅我为雄。修路多坎坷，荆棘满，知更见，离我难。连心之间一根锋芒线，恩怨情仇皆过往，挥剑相伴闯天涯。血染战袍不曾悔，只为心中那份念。这公家的店面挺气派，说不定里头真有些好东西。这些剑的品级倒是不算低，可惜都不如我吞噬的那一柄孤问，与赤吼之间完全没有感应。小二哥，还有其他的吗？这位爷，您挑了半天都不满意吗？啊，客官稍等，我去就来。唉，不是我挑三拣四，实在是那位赤吼大爷难伺候啊。这如何使得？我说使得，自然使得，你不必多言，按我说的话做就是了。客官，您看这一柄剑如何？好像还是差那么一点儿。哼，连我公家铸造的神兵都入不了你的法眼吗？小子，你难不成是专门来找事的？你是谁？你又是谁？这把剑是本小姐的佩剑，货真价实的神兵利器。连我的剑都入不了你的法眼，我看你根本是来捣乱的。这把剑的确不是我想要的东西，
我只是实话实说，有什么问题吗？看剑！小姐。好霸道的力量！现在的女孩子都这样的吗？本以为你是什么强者，结果躲这么几下就累得气喘吁吁了。哼！你不过就是一个力气大点的巨力怪婴而已，神气什么？巨力怪婴？你才是巨力怪婴！看他起码达到了第3层淬体境，就算我恢复了一条经脉，也和他耗不起。不过，我已经找到你的破绽了。怎么可能？我的力量被转移了。一点借力用力的巧招，果然有效果。好了，到此为止吧，告辞。等一下，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凤云城穆家，穆远。哥哥，我的修为又精进了，多亏了哥哥给我的丹药。那些丹药可是我花了大价钱从烈云集买回来的，对你修炼最是有效。谢谢哥哥，我一定会好好修炼的。五妹，待你修炼至第4层的凝气境，便可以显化武灵了。到时，战力提升的可不是一点半点。对了，哥哥，你怎么样？修炼？家主，3大世家的少爷和城主共同登门，说是有要事与家主商议。哦，这群人来找我，倒也稀罕。去看看。这穆远好大的架子，居然让咱们在这等他。呵呵，他怕是摆不清自己的位置，还以为穆家和以前一样风光呢。诸位，请各位看在我的面子上，稍安勿躁。顾城主，恐怕不给你面子的不是我，而是穆家家主吧？城主大人，恕我多言，这次的事情明明由我们3家就可以完成，干嘛非要捎带上穆家？这……哦，莫非金晨轩你有所不满啊？看来是我上次招待你，招待的还不够啊！你，金少爷消气，消气。哼，这城主虽说是官家委派的，但治理一方也只能依靠有势力的大家族，低声下气的像条狗。说吧，你们有什么事？是这样的，有一位京城神兵世家的大小姐要在附近的烈云山狩猎，希望4大家族一起出人护佑小姐周全，所以没兴趣。什么？顾城主，你今天带着3大家族一起来，说明这件事儿之前他们已经知道了，而唯独穆家丝毫不知。也就是说，这件事本来是将我穆家排除在外的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既然诸位本来就不把穆家放在眼里，又何必再来送客？穆家主，等等。穆远这次居然拒绝了，他是不是得了失心疯？那可是公家。算了，他自己不去，倒正合我们的心意。穆家主连我公家的面子都不给吗？嗯，是你？心会出山河动，武林决心真乾坤。昔日荣耀尽重设剑指，就地是复仇。踏破虚空寻真理，千年如龙贯长虹。梦远之名传四海，凌月之巅我为雄。坎坷荆棘满，知更见，离我难，连心之剑一根锋芒现。恩怨情仇皆过往，为剑相伴闯天涯。血染战袍不复回，只为心中那份念。穆家主是不打算给我公家一个面子吗？是你。宫小姐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我若不来，你们怕是请不出穆家主吧？这
穆家主，他们3家将穆家排除在外的事情，我不知晓，反而是我要求必须由穆家贴身护卫我左右的。什么？确实如此。难怪城主这么坚持，原来是公家亲自要求的。见鬼，这穆远什么时候搭上公家的？不知穆家主可否赏脸？公家大小姐愿意让穆家护卫是穆家的荣幸，你还……老头闭嘴！虽然我长得比较成熟，但我才18岁啊。宫小姐，穆家刚刚遭逢变故，拿不出太多人手。是吗？那我便不强求穆家主了。那把剑居然在和斥候共鸣，这宫小姐显然是有备而来，到底打的什么主意？宫小姐，如果只有我一个人代表穆家担任护卫，不知宫小姐意下如何？那便有劳穆家主了。哼，这宫家小姐抽的什么风，这么看重穆远那家伙？他是看上了穆远，打算养他当男宠吧？不管什么原因，绝不能让宫家和穆家排上任何关系，这对我们3家都不利。那我们怎么办？穆远是宫小姐钦点的护卫，明天肯定跟在宫小姐身边。咱们要想个办法，最好让他有去无回。明兄，你是我们中智谋最高的，有没有什么办法？反正穆家只有穆远一个人担任护卫，势单力薄，没什么好担心的。你们听我安排，明天找个机会将他除掉就是了。明日你们便这样。宫小姐，我有个疑问。哦，我们这烈云山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，值得让您兴师动众，一定要从京城跑来狩猎？霆锋礁，凤云城地处偏远，而烈云山地位于凤云城之北，其中有许多珍稀的妖兽。霆锋礁的灵核，正是我强化武灵所需要的材料。凤云城周围的确有许多妖兽，也是因为受到妖兽的威胁，凤云城的发展才受限。小明，小明，别那么叫我。你的计划真的没问题吗？放心吧。宫小姐，什么事？烈云山脉地域广大，霆锋礁又是罕见的妖兽，行踪隐秘，不如我们4大家族每家一个方向分头搜寻，这样更有效率。可以。明公子，这样的安排真的不要紧吗？毕竟咱们的职责是护卫宫小姐，万一出了什么差池，穆远固然难辞其咎，但咱们必定也会受到牵连，一个都跑不了。以宫小姐的身手，撑到咱们救援应该问题不大。不过穆远嘛，身负护卫之责，本领却是不济，你猜结果会怎么样？宫小姐为什么非要选我贴身护卫呢？因为我见识过你的实力。哦，我还以为我败给你，就打算借机报复？你觉得我是那种心胸狭隘的人吗？没有没有，宫小姐心胸开阔，自然不会做这种事了。哼，上次你来我宫家砸场子，我一直耿耿于怀。说好的心胸开阔呢？喏，这把剑是我特地托人从宫家带来的，你看看如何？果然是把好剑。哼哼，若你这次护卫的周全，它便是你的报酬。哼哼，太好了！只要用那把剑融入斥候，我就能再恢复一条经脉。这鸟是乌环鸮，一种凶猛的妖兽。数量少的时候威胁不大，只有数量多的时候才比较危险。可这是北方的妖兽，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难怪我从来没听说过本地还有这种妖兽。什么？哼！
我们被包围了。心会出山河动，武林决心真乾坤。昔日荣耀尽重射剑指，就地是复仇。踏破虚空寻真理，千年如龙观长虹。梦远之名传四海，凌月之巅我为雄。修路多坎坷，荆棘难，知更见，力我难，炼心之剑一根锋芒现。恩怨情仇皆过往，为剑相伴闯天涯。血染战袍不曾悔，只为心中那份念。整座山上都是。我在北方也从未见过如此多的巫幻枭，这里怎么会？小心！来再多也是一样。小心后面！多谢。我之前和你交手就发现了，你的修炼方式绝对有问题。什么？你……那就是霆凤娇吗？没错，巫幻枭攻击性非常强，看来是惹到不该惹的了。不过正好给我们解围了，先去树林里避雨吧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去看看。好奇怪的味道。宫小姐，巫幻枭是靠什么辨别猎物的？主要靠嗅觉。这人就在我们附近，却一直没有被巫幻枭攻击，看来是先前在身上涂了掩盖气味的药剂。刚刚霆风娇不语，药剂的气味被洗去，所以他才被发现。提前涂药，看来这人早就知道这山上会有巫幻枭。巫幻枭本不属于此地，他提前知道，说明巫幻枭就是此人的同伙放矢的。宫小姐，你有什么仇家吗？我这次出门非常机密，有仇家也不会知道。如果不是冲着宫小姐来的，那就是……看来巫幻枭被解决的差不多了。不过这些鸟正好让我们知道了那条龙的位置。因祸得福，我们这就通知那3家过来吧。不用，我一个人来帮你收服蛟龙。可恶！这雨把我刚换的衣服都淋湿透了。还不是那宫家小姐，非要招惹什么龙？少爷！都穿上衣服，准备上山。上山？可那龙……不是说只要待在山下就可以了吗？情况有变。这附近已经没有活着的巫幻枭了。看来霆风蛟的巢穴就在这附近了。霆风蛟居于树木之上，因其身形巨大，又会兴风不雨，所以霆风蛟所居住的树木会十分粗壮茂盛。若以刚刚霆风蛟现出的身形大小，怕是这座山都不够他住的吧。霆风蛟可大可小，显现方才那么大的身形是十分耗力的。宫小姐，你看这里的树木比刚才经过的地方更细了。你刚刚说霆风蛟居住的树木会十分巨大，说明那棵树一定汲取了周围大部分营养，会压制其他树木的生长，所以树越来越细的地方就是霆风蛟的所在地。原来如此。停！宫小姐，你的招式威力巨大，能否在地上开个洞？哦，好的。嚯，好粗壮的树根，看来已经不远了。我听说你自小都待在凤云城里，怎么会对狩猎神兽这么熟悉？我在家中的书上看到的了，总不能告诉他我有前世的经验吧？果然，我没有看错人。霆风蛟护家意识十分强烈，不如……也就是说，
没错，在这里破坏他的树木，逼他现身。所谓打草惊蛇，小心，要来了！好强，不愧是龙形妖兽。经历了之前的消耗，还有这么大力气吗？看来要得到你的灵核，要费些力气了。我来助你，千仞剑指。切，这么大的个头，胆子却这么小。不要掉以轻心，霆锋蛟对于入侵者不会善罢甘休。好大的树啊！看来这就是霆锋蛟的居所了。没看到他的踪影，看来他没有逃回来。不，霆锋蛟不会轻易放弃居所，他一定还在附近。什么？心绘出山河动，武林决心真乾坤。昔日荣耀尽冲射剑指，就地是复仇。踏破虚空寻真理，剑影如龙贯长虹。梦远之名传四海，冰雨之巅我为雄。修路多坎坷，荆棘难，知更见，力我难，连心之剑一根锋芒现。恩怨情仇皆过往，未见相伴闯天涯。血染战袍不曾悔，只为心中那份念。不，霆锋蛟不会轻易放弃居所，他一定还在附近。什么？小心！这畜生居然缩小了搞偷袭！哈！可恶，还是让他跑了。宫小姐，我刚刚就说了，你的修炼方法有问题，现在正好趁机告诉你，你的修炼方式是不是一直在追求威力霸道的大招式？那是因为我的武灵。你既然要用蛟龙内丹作为修炼材料，说明你的武灵和龙有关，所以你以为龙就要刚猛霸道吧？但你错了，龙能大能小，能生能隐，就像刚刚霆锋蛟，既可以腾云驾雾，也可以缩小偷袭。你的招式大开大合，但却不注意细节，所以刚刚没有命中细小的霆锋蛟。我是因为什么人？是我，明家少爷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哦，我在山下看到蛟龙现身，连忙带着护卫们赶来了。你们要小心，那蛟龙就潜伏在这附近。是霆锋蛟现身了，宫小姐。我们先躲一下。为什么？你们就先当一下诱饵吧。保护少爷。宫小姐，我现在就教你正确的修炼方法，你看好了。少爷，快跑！已经跑不掉了。死了！穆兄，方才多谢你救我，若不是你出手，恐怕我已经死在这孽龙口下了。不必谢，明兄来的也很及时啊。若不是你们赶到，我也未必能解决那条龙。穆远这家伙不对劲啊，为何突然变得如此厉害？对了，明兄，刚才你们在上山的途中，可曾遭遇一种黑色怪鸟的袭击？穆兄说的是乌环鸮吧？的确遇到了几只，不过都被我们解决了。哦，明兄居然认得啊！穆兄有所不知，家母就是北方人士，所以我也常去那边，多少了解一些。
没想到我特地引来的乌桓魈，居然没能干掉穆远。还好我计划缜密，不会让他们抓到任何把柄。宫小姐，那个东西还在吗？已经收好了，回去仔细检查一下，肯定能揪出幕后黑手。穆兄，你们在说什么啊？刚刚在山腰上，有一人涂了掩盖气味的药，跟踪我和宫小姐。小明，混蛋！这两个蠢货早不来晚不来，怎么偏偏这个时候来？我们嘱咐过底下的人，不要携带可能暴露身份的东西。穆远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？你们这群人，宫小姐刚刚遇到危险不见人影，现在事情解决了，你们倒出来了。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那个，走吧，我们回去。穆远这家伙居然还活着！计划失败了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回去再详细解释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听说我们手里有线索，某些人坐不住了。英雄饶命！我就是个过路的毛贼，打算从府上顺点东西。撒谎啊！我不会要你的命，但是像刚才那样让你痛彻骨髓、生不如死，还是能做到的。你是想受活罪，还是死罪呢？林工商，你的手下已经全招了，你还有何话讲？心会出山河动，武林决心震乾坤。昔日荣耀尽出手剑指，就地是复仇。踏破虚空寻真理，剑意如龙贯长虹。梦远之名传四海，凌月之巅我为雄。修路多坎坷，荆棘满，知更见，离我难，连心之剑一根锋芒现。恩怨情仇皆过往，为剑相伴闯天涯。血染战袍不曾悔，只为心中那份念。林工商，你的手下已经全招了，你还有何话讲？想不到一件并不存在的政务，就让你露出马脚来。是你自己全招了，还是让我亲手撬开你的嘴？宫小姐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们明家一直在做妖兽贩卖的生意，这乌桓魈只吃肉不吃灵核，我们一直用其来猎杀妖兽。那为何知道我要上山狩猎，还不回收乌桓魈？宫小姐昨天突然要到烈云山狩猎，但这么多乌桓魈，一天晚上可回收不完，所以你就一声不吭的把我和宫小姐当成口粮，送到你家鸟的嘴下？没有，我之所以派人跟着，便是担心二位遇袭。宫小姐，虽然此事与我脱不开干系，但明公生对天发誓，绝不敢有半分害人之心。更不会蠢到牵连整个明家。跪下！我先信了你的话，但你让我和穆家主身陷危境，一样要受罚。宫家的罚，待我回禀家主后再决定；穆家的罚，就交给穆家主了。多谢宫小姐了。少爷，记住了，若再想施什么阴谋诡计，就先想想你现在的模样。穆远，这个穆远太嚣张了。哼，傍上个宫小姐，
怕是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这些废话说了有什么用？那后面怎么样了？我这一关还没有过去，那宫小姐临走前说，她回宫家后再决定怎么罚。如果让宫家出手，我们3家都顶不住。不如，你要对宫小姐出手？疯了，那样可是会彻底的得罪宫家。没关系，只要我们嫁祸给穆远那个家伙，便可以一石二鸟了。可如何嫁祸穆远？要知道我们已经失败1次了。此事得从长计议。已经2个时辰了，还未结束吗？这就是我的武灵。我已经彻底吸收霆锋蛟的灵核，突破至凝气境了。青龙偃月刀的武灵，难怪力量如此霸道，而且才10几岁就达到凝气境，即便是整个大陆上，也称得上是天才了。喏，这是之前说好的报酬。终于。说起来，你明明之前是空手战斗的，为什么却对剑的品质要求这么高？我需要剑，并不是用来当武器，而是和你狩猎蛟龙一样，用来修炼武灵。好，用剑为材料修炼武灵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等我也修炼至凝气境，就展示给你看。一言为定。穆远哥哥，你还有妹妹？不错，这是我五妹，名叫诗晴。五妹，你有什么事儿？我娘亲来了。娘，诗晴，娘，我好想你。诗晴，你过得还好吗？这妇人便是五妹的母亲文氏。家主，文姨请起。妹妹，你早已被他们逐出了穆家，哪里用得着给他行礼？你是谁？这位是我的兄长文心。文姨和令兄来是为了看望诗晴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们今天来只有一件事，接走穆诗晴。什么？当年穆家老家主暴毙后，穆家便将包括我妹妹在内的侍妾全部驱逐，而我听说穆家对诗晴也处处打压，不给她修炼资源，前不久还打算把她外嫁给一个傻子。穆江纯那家伙还留下了这种烂摊子。不是的，诗晴，穆家如此对待诗晴，我文兴看不过去。诗晴要接到我们文家来养。心会出山河动，武林决心真乾坤。昔日荣耀尽重修剑指，求的是复仇。踏破虚空寻真理，剑意如龙贯长虹。梦远之名传四海，凌月之巅我为雄。修路多坎坷，荆棘满枝更见，力磨难，炼心之剑一根锋芒现。恩怨情仇皆过往，挥剑相伴闯天涯。血染战袍不曾悔，只为心中那份念。穆家如此对待诗晴，我文兴看不过去。诗晴要接到我们文家来养。文先生，你一番豪言看似关心五妹，但你踏入穆家门后就没有正眼看过她一眼，更没有问过她一句话。文姨，你为什么阻止五妹说话？不，我是……五妹，你想说什么就说吧。穆远哥哥对我可好了，他用自己买神兵的钱为我买修炼丹药，还给我功法秘籍帮我突破。我不想离开穆远哥哥。你，文姨，我是不会同意让五妹离开我身边的。既然你思念五妹，不如回到穆家。如今我已执掌穆家，定像待生母般待你。
真的吗？不可能，穆诗晴必须回到我们文家。既然如此，就没什么好谈的了。送客。可恶啊！兄长，事情不愿意走，不如算了吧。不行，文家现在虽然有了落脚点，但想继续兴旺，没有修是绝对不可能。穆诗晴是唯一的希望，必须争取过来。少爷，有人求见。明少爷。啊，原来是文先生，不知去穆家一行结果如何？别提了，明少爷，你先前给我提到穆家虐待穆诗晴是真的吗？怎么，我们商业合作这么久，你还不相信我的话？不是，只是那穆诗晴一副亲近穆家主的样子，完全拒绝了我和他娘。这……你可真是糊涂。穆诗晴现在不过是个小孩，哪有什么主见？那穆远在凤云城是出了名的纨绔子弟，他想要控制一个小孩，再简单不过了。即便穆诗晴不想离开，难道文先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？可是，文先生，你可别忘了此行真正的目的。明少爷说的对，我这就回去再想办法。撤！居然直接修复了手少阴心经，加上上次修复的手少阳三焦经，已经通畅了2条经脉。以后要好好想办法，再从宫小姐那儿搞几把好剑。穆远哥哥，你睡了吗？五妹，这么晚来找我，是修炼上有什么不懂吗？不是，娘亲刚刚又来了。他们还是不死心，要带你走吗？不是，娘亲这次只是希望我可以跟着她回文家一趟。舅舅最近接了一单大生意，已经在京城安家了。而我自小在穆家长大，外公外婆甚至都没见过我。他希望我能去拜见一次，尽份孝心。穆远哥哥，你想去吗？唉，那好吧，就让你去一次。真的？看你样子这么纠结，我怎么舍得不让你去呢？穆远哥哥最好啦，我这就去准备一下。娘亲，终于来了。只要把他带回去，回不回穆家就由不得他做决定了。对了，我正好有一位朋友也想同行。哦，是谁？京城神兵世家的宫羽兰小姐，不知文先生允许吗？神兵世家，一旦搭上他们家，那无论是做生意还是修行，就都不愁了。穆家主说的哪里话？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您的朋友要同行，我怎么会拒绝呢？一切就拜托你了。你倒是想得周全，借我公家之事给他们施压。没办法，文心肯定不会轻易放五妹回来。我在京城能拜托的也只有你了。心会出山河动，武林决心真乾坤。昔日荣耀尽重修剑指，就地是复仇。踏破虚空寻真理，千年如龙贯长虹。梦远之名传四海，凌月之巅我为雄。修路多坎坷，荆棘难，知更见，离我
我难，连心之间一根锋芒线。恩怨情仇皆过往，未见相伴闯天涯。血染战袍不复回，只为心中那份念。